今日是我与陈建的大婚之日。陈家虽然家道中落，却还是应了这门亲事。我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吃百家饭，在渔村长大。大家都说我好福气，能得此如有情有义的郎君。成亲当日，我看着陈建神色紧张，并未多想。相识的时日虽不久，可他却已是我的夫君。拜完堂，我在房里等他。等了许久，我掀开盖头，便瞧见床前站了一位公子。他一身蓝色的锦袍，俊秀的脸庞尽是清冷。这洞房花烛夜，怎会有陌生男子在此？我握紧盖头。陈建此时进门，他脸上带着恭维的神情。淼淼，被太子殿下看上是你的福气。我犹如晴天霹雳，脸色惨白。陈建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陈建压低声音，淼淼，今日成婚不过是为了你顺利进入太子府邸的障眼法，切莫当真。我已与陈建成婚，他却要把我送给别人，顿时只觉得心头一热，晕了过去。醒来，我已经换了杏色的长裙，被太子安顿在府邸的最深处。他时常还给我带成门口的桂花糕，这是我入京城时吃第一口便被惊艳的糕点。只可惜后来去买桂花糕的人太多了，陈建嫌麻烦，便让我不要再去。太子派人来告诉我，今夜会留宿此处。所有人都为了迎接太子的到来而开心。我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大家忙碌。青儿过来劝我，姑娘，能被太子看上是天大的福气，我入府邸5年，从未见过太子带人回来。我微叹一口气，这福气我是真不想要。爹爹临终前千叮万嘱要我去找陈家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便可。可入了这太子府邸，又何来平安一说？太子这般位高权重的人物，又岂会真心待我？他不过是随性子，喜时便夺来，不喜便丢弃。更别提日后进门的太子妃，那时我的日子岂不是雪上加霜？我决定了要离开，这京城再也没有值得我留念的了。陈建这般小人德行，我庆幸此时便看清。青儿像是看穿我的想法，姑娘，近日好些人家走水，被烧个干净。说着，他突然压低了声音，不太平，还是待在府里好些。您都不知，最惨的就是陈家，陈家公子和新婚夫人都葬身火海。我微怔，陈家可是入京后西边小巷的陈家？正是，大火烧了一夜，听说陈家公子和他新婚夫人刚成亲不久。我抬眸仔细打量青儿，她眼神清澈，冲着我笑了笑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她是故意说给我听。我和陈建离上次成婚不过1月，陈家便没了，怎会如此蹊跷？一阵温柔的嗓音传来，淼淼，怎坐在此处，当心着凉。我浑身僵硬，握了握茶杯，大约是觉得陈家的事与他有关。太子一袭白色锦袍，俊美无双，他挥手让青儿退了下去。淼淼，今日我带你出去走走好不好？我迟疑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我扮着书童的模样和太子逛了一整天，他耐心极好，无论我想做什么都陪着我，带我去吃了有名的叫花鸡，看了河边的桃花林，回府前还去买了上等的胭脂和绸缎。夜里他抱着我，未有任何逾矩。我深知陈家的事和太子脱不了干系，心里还是有些怕他。我几次试图逃跑，都被太子的人拦了下来。时间很快，眨眼过去半年。太子从未解释为何会看上我，直到我在他的书房看见了几幅书画，全都是我儿时的模样，画里还有个少年郎。记忆被带回到7年前，那年我去海边捕鱼，在礁石的背后发现了一个受伤严重的少年郎，把他背回去后，用了些土地法给他止血，炖了些父亲在世留下的药材，他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便叫他小石头。我们就这样住了半年，小石头说他要离开了，日后定会回来娶我。我笑着告诉他，父亲已经定下亲事，等我再大些，便要去京城找未婚夫。难道太子便是当年的小石头吗？我正看着画发呆，青儿进来了。姑娘，10日后太子妃就要进门了，您看我们这要不要也挂些红灯笼，添个彩头？我放下画，让青儿去布置。太子成婚是大事，府邸里自然是得热闹些。夜里太子过来，他喝了些酒，吻着我的唇，
一遍遍地唤我淼淼。我用手抚摸上他的脸，想与记忆重叠。小石头，太子微怔，吻得更加用力。这般的太子是我不曾见过的。我的眼泪落了下来，小石头回来找我了，可是他却要娶别人了。第二日醒来，我腰酸得厉害。青儿端过来一碗汤药，他神色闪躲，只说喝了对身体好。我端起一饮而尽。太子大概是忘了，我对药材向来是精通的。他成婚后，太子飞来闹过一次，命人打了我一巴掌。从那之后，太子下了命令，除了他任何人也不能踏入我的小院。没多久就听说太子妃卧床不起，生了病，太子也去了临县。我因身体不适，总有些想吐，青儿几次欲言又止。太子得知后，连夜赶回突。夜里他双眸凝视着我的肚子，嗓音阴冷，淼淼，你只爱我一个人便够了。我明白他的话，可若是怀孕，肚子里的也是他的兔孩子。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太子的脸似乎与小石头的越来越远。太子殿下。太子凑近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眼眸含笑，淼淼，就算是我的孩子，也不能夺走你的爱，你只能属于我一人。我呆呆地望着太子，只觉浑身发软，心彻底凉了下去。门口传来敲门声，侍卫在太子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让青儿好生照顾，便离开了。看着太子离开，我紧紧闭上了眼，我要离开，我必须离开。一手打翻了茶杯，故作肚子疼。青儿进来关上了门，他扶住我，姑娘，你坚持一会儿，我送你去找大夫。我犹豫片刻，不明白青儿为什么要帮我，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便握住青儿的手点点头。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离开太子府邸，离开太子。青儿带着我从府邸的后门出来，上了一辆马车，马车上香味扑鼻，隐约感觉不适，一路颠簸。车夫带着我出了城门，我意识越来越模糊。再次醒来，我躺在一个竹屋内，衣裳已经换过，我摸了摸肚子。你中了迷香，已无大碍，好好养身体吧。来人一袭月白色锦袍，身形修长，皮肤白皙的近乎透明，鼻梁高挺，桃花眼中神色清淡。我扶着床坐了起来，是你救了我？你运气好，我从城中买药材回来，正好碰见车夫意图行凶。车夫不是青儿找的，为何要害我？对了，我叫石白，等你养好身子，可得想办法还了我的药材钱再走。我一愣，随即点了点头，公子你放心，我定会还你，叫我石白就行。我看着石白和他说了我近几日的身体状况，他看我欲言又止，神色淡然，你不过是吃坏了东西，并无大碍。我听着松了口气，幸好未有身孕。休养了几日，我便和石白商量，在这里帮忙以还药材钱。听说石白医术高明，也不给人留名，来此处不过是暂住。今日来了位身材宽厚老爷，从石白房里出来，便拦住了我。小娘子，在先生这里做事挣不了几个银子，不如去给我做小妾，穿金戴银，吃喝不愁。我看着面前肥头大耳的男人，一阵恶心。他见我嫌弃的模样，越发开心，你考虑考虑跟我走，这般俊俏的小娘子藏在这山里，岂不是可惜？突然一阵冷笑，石白从房里走了出来。李老爷，我这俊俏夫人还真就喜欢我这地方。夫人，李老爷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又道，先生，你看我这嘴，尊夫人年轻貌美，和先生才子佳人绝配。石白走近，拉我入怀，李老爷还是请便，我家夫人最不喜油嘴滑舌之人。李老爷脸色挂不住，带人拂袖而去。我挣脱石白的怀抱，浅浅的说了句谢谢，便回房了。天色刚入夜，石白上山还未回来，我便听见有人重重的敲门。我从窗户望去，只见太子骑在马上，带了许多士兵破门而入。我被几人拖了出去。太子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他俯身捏住了我的下巴，嗓音犹如寒冰，淼淼，我这般爱你，你怎能离我而去，还在短短10日成了别人的夫人？我的心因为太子的话紧张的无法呼吸，我很怕石白突然回来会连累他。没有，太子殿下，我随你回去，我们走。太子阴冷的笑了笑，怎么，淼淼怕我杀了你的情郎？不是，
太子殿下，他只是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们是清白的，求你放过他。我说着眼泪流了下来，不希望石白因为我而受到伤害。太子脸色越发难看，他挥了挥手，给我翻遍整座山头，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淼淼，不听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看着太子的人散开，把整座山围住。我缓缓抬眸，只觉得眼前之人特别陌生。小石头虽不爱言语，却心地善良，怎会变成如今这样？太子或是在我眼中察觉到异常，他俯下身来，指尖一点点划过我的脸，嗓音柔和了许多。淼淼，这人把你留在此地，居心叵测，你可千万不要被骗。我近乎哀求。太子殿下，若不是他出手相救，我也活不到今日。淼淼不能恩将仇报，求您放过他吧。太子轻蔑地笑了笑，人心险恶，淼淼，你太单纯了。好一个人心险恶，可有险恶人心的到底是谁？我这一世也不过是求一人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如今又是拜谁所赐？我无助地闭上了眼，只能祈祷石白能发现追兵，早点离开。太子的随从像是发现异常，近身在他耳边低声说些什么。太子的脸色一愣，转头看向我。来人，备马。没一会儿就听见一行人骑马声渐近。石白一袭墨色锦袍，身姿挺拔的骑在马上，乌黑的长发飘散，冰冷孤傲的眼神直直的落了下来。太子殿下，夜深，太子妃病重，还请速速回府。我看着石白不禁愣住了。他认识太子，不光认识，更是话中有话，像是在威胁。太子脸色铁青，握紧了拳头。很快他便笑了笑，原来是左相，我家婢女被贼人掳走，路过正巧碰上，我便一路带回府了。太子语毕，我被几人抓了起来，欲要绑上了马。我震惊的回头看了眼石白，他竟然是名震天下的左相。百姓间早有传闻，左相家世显赫。他年幼时便由陛下抚养，不仅医术了得，更是足智多谋，多次为陛下献计，深得陛下厚爱，封为左相。只见石白神色淡然地举起弓箭，射在了马儿前方的树上，马受惊四处乱窜起来。石白下马走到太子面前，勾唇：太子，此女甚得我心，我便厚颜向殿下讨要，还望殿下成全。太子脸色铁青，近乎咬牙切齿：左相想要，何等美人没有，这等贱婢，岂非脏了眼？说完，太子忽然凑近石白，神色轻佻：何况我曾酒醉要了他，如此左相还想要吗？我在一旁死死咬唇，只觉浑身颤抖不止，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。从太子嘴里说出我不过是不知廉耻的贱婢，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石白的神色波澜不惊，嗓音冷了3分：哦，近日右相担心太子妃身体，四处打听缘故，太子还是早些回去照顾太子妃，以免右相起疑。石白说着从太子身旁走过。太子的士兵见是石白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任由石白抱起我上了马。石白带着我进了城入府，太子的人竟也没有跟上来。他让人伺候我泡了热水澡后，一夜未眠。我不知石白为什么要救我。太子妃是右相独女，深得宠爱，难道石白是为了破坏太子与右相的关系而救我的？想到这里，我摇了摇头。无论为何，石白那日救我性命是真真切切的，今日再次带我脱离太子魔爪。翻来覆去，转眼天色微亮，朦胧间便睡了过去。梦里我回到了渔村，爹爹和娘亲都在，我们一家无忧无虑的生活着。突然有一天发了大水，爹爹和娘亲都不见了。我在梦里拼命的跑遍了渔村，也没有找到他们。醒来时，枕头已湿了大半。我坐起身，屋外传来一阵香味，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。昨日石白安排的小丫头叫柳玉，听见房内的动静，便推门进来了。柳玉伺候我起床，她圆圆的脸蛋笑起来很可爱。方小姐，你这都睡到日上3竿了，左相的烤鱼都糊了几条。烤鱼？我闻着这味道，还真是烤鱼。是的，左相大人早早便安排了，谁知烤了许久，也不见小姐起床。我朝外走去，石白在庭院中垂眸，盯着手里的烤鱼，回头淡淡扫了我一眼。醒了便过来尝尝。我坐过去尝了尝，口味还不错，
肉质鲜美。没找到大人还有这等手艺。石白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漆黑的眼眸中星光熠熠。淼淼，你以后唤我石白可好？我笑言，大人是人中龙凤，我自不可唤大人全名，之前不知大人身份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大人恕罪。石白颇有些无奈，那便随淼淼吧。我咬了咬唇，大人可是因为太子的缘故救下我的，我与太子不是大人想的那般关系，他也不会在乎我的死活。入京前也有耳闻左相与右相不和，如今太子娶了右相独女，与石白的关系更加紧张。石白微微皱了下漂亮的眉头，淼淼，我救你与太子无关，也无需你为我做任何事。我迎上了石白的眼眸，大人，既是如此，欠大人的银子我会尽快还上，然后离开京城。你何来银子？我娘亲给我留了首饰，我今日去当铺换些银两，该是能还给大人。石白抿了抿薄唇，神色清朗，银子就算了，我身体有些不适，你就先留下来照顾我，等我好些你再离去吧。听到石白应了我离开，我心里不禁松了口气。我着实是怕了。渔村虽然偏僻，可人与人相处简单真挚。入了京，我只想安安分分嫁人，好好过日子，却被送给太子，还被他三言两语便骗了。原来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付出真心，别人就会如你一般。欺骗与利用不止在朝堂。先谢过大人。好了，不说这些，你帮我把鱼都吃掉，我可考了许久，不许浪费。又过了2日，柳玉带我去了后厨，这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材。小姐，左相大人近日到了这个时辰就要吃药，有专人负责熬，你给大人送去即可。我看着药材点了点头。到了石白房内时，他神情专注，正在作画。柳玉用手碰了碰我，便退下了。我端着药到了石白面前，他拿起碗一口饮尽。大人，这安神的药还是少喝为好，是药3分毒，若是夜里睡不好，可放些安神的香试试。石白唇边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听淼淼的，我有一方子，比喝药效果好。什么方子？石白微微凝眸，说完看向我。他说最近夜里总是睡不好，安神香也用了，无用，这才吃上药。现有一推拿的方法，效果奇佳，想让我试试。石白躺在摇椅上，我按照他说的，手指一点点抚上了他白皙的额头。我小心翼翼地用指尖触碰到他额头的一瞬间，只见石白眉头舒展。淼淼，再重些，我不怕疼。我不怕疼。我神色一惊，这句话似乎在那里听过。我加大了手上的力度，没一会儿，石白便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我低下头仔细打量，他呼吸平稳，入睡极快。这哪里有失眠的模样？难道这推拿真有奇效？若是如此，日后我回了渔村，岂不还多了一门生存的手艺？到时一边捕鱼，再开个小小的推拿馆，专治失眠。我想着唇边的笑意藏不住。石白猛然睁开眼，四目相对，他桃花眼中水波潋滟，我的心跳加速，往后退了2步，撞到了凳子。他快速握住了我的手，小心。我抽出手，谢谢大人。回到房内后，我拿纸把回渔村后的计划写上，不会的字便用作图代替。后路我已想好，为防止太子，到时便让石白说我郁郁寡欢而亡。一个死人，太子总不会再费心思。柳玉进门时瞧着我的话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小姐，大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何不向大人请教请教？算了，柳玉，这图我能看懂便是。我看着自己这幅惨不忍睹的画作，还是别去石白面前献丑了。又过了几日，给石白推拿，他告诉我太子妃病情已有好转，太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传到了右相耳里。城内都说太子妃好福气，有此夫君。我听着竟也没有任何不适，反而松了口气，如此甚好。你不难过？石白嗓音清淡。不难过，过去之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人总得往前看。石白随声附和，淼淼说的对。大人，我这推拿助眠的手艺真这般好吗？我觉得效果甚好。那大人可不可以再教我些推拿手艺？石白侧过眼看我，我想着回去用这门手艺讨个生活。石白抬眸盯了我片刻，不合适。
我不解地看着又闭上眼的石白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不过看样子他似乎也不想告诉我原因。我告诉他，过几日便打算离开京城。石白淡淡嗯了一声。过几日是我生辰，陪我过完生辰再走吧。原来石白和太子竟是同岁。这个午后我们聊了许多。石白小时候和太子魏培关系很好，那时魏培不是太子，只是个不起眼的八皇子，他经常和石白玩在一起，被陛下注意。他聪明，知进退，小小年纪让陛下刮目相看。前任太子在战场上牺牲，魏培陪在陛下左右，这让陛下开始有意立魏培为太子。又像秦都之女秦文婷从小便爱慕魏培，多次在父亲面前说要嫁与魏培。后来又像在陛下立太子时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原来如此，那如今大人为何与太子却生分了？魏培当上太子后，杀戮之心渐起，朝中但凡对他有不满之人，都会出事。石白说得很委婉，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大人，既然小时候与太子熟络，可曾听说他小时候受伤去到了渔村？石白神色暗了几分，嗓音干净清透。淼淼，太子并未受伤，那日我为他挡了一件坠海，醒来时已经被一个小姑娘救了。太子并未受伤，我为他挡了一件，醒来被一个小姑娘救了。我只觉嗓子干哑，半晌说不出话。原来太子一直在骗我，他根本不是小石头。石白或是察觉我失态，他神色认真地看着我，淼淼，这并不是你的错，都过去了。我听着他的话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石白伸出手抹去了我的眼泪。淼淼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不在乎。关于魏培，他一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回到房里，我一夜未眠，想着石白与我说的话。那年时，白从渔村回京后，便画了许多与我在渔村时的画像。太子得知，便讨要了几张，还打趣说不知被石白心心念念的人究竟是何模样。几年后，两人因为意见相左，分道扬镳。魏培越来越残暴，是非不分，不顺从他之人都没有好下场。而我从渔村入京时，石白被人偷袭受伤，他派了人去渔村找我，才得知我已入京嫁人。随即下人告诉他我已进了太子府。石白说到这里时嗓音微颤，他告诉我没有早点去渔村接我，只是怕我被朝中之事连累，他想等朝中稳当些再接我入京。却不知魏培早就谋划这一切。魏培的所作所为，朝中早有大臣不满，陛下也颇有微词。前几年身体不适，对魏培的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让魏培下决心接近我，是1年前陛下曾经找过石白，觉得魏培越发偏激暴戾，有废太子的想法。随后又向秦都之女秦文婷便放话非他不嫁，又便向陛下请了圣旨。联姻后，魏培的狼子之心昭然若揭，他派人刺杀石白和陛下看中的11皇子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袋里闪过一丝在太子府邸的记忆。有一次我去找魏培，发现他正在把一封书信放在椅子下方。后来去书房，只见椅子上有一朵莲花图案，只是那时并未多想。天亮后我便找到了石白。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魏培在书房有一个暗格，里面应当是他一些往来的密信。石白身着浅色锦袍，眼眸温柔地落在我身上，他忽然伸出手轻轻拥我入怀。淼淼，谢谢你。我一愣，他的动作很轻很轻，温热的手掌一点点拍着我的背，一滴温热的泪水划过了我的脖子。石白哭了，我顿时湿了眼眶，深呼吸，故作轻松。大人，我没事的，过往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。石白却因为我的话把我拥得更紧了。对不起，淼淼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我努力控制着眼泪。石白，淼淼，我一定会娶你的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你就决定的事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我哑然，始终没有回答石白的话。5日后，我带着柳玉上街去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石白。到了一处店铺，店小二热情招待我们，说有一块上好的玉佩，等我和柳玉进门才发现空无一人。这时店门被关上，一群人把柳玉绑了起来。
魏培从后院走了进来，整个店内便只留下我和他二人。他神情冷漠，满眼戾气，瞧见我心情似乎好了些。淼淼，这些日子你不在我吃不下睡不着，离开府许久，是时候回去了。我一步步往后退，被魏培逼到了门边。他身上的气息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咬住唇，抬眸看着他，太子殿下别装了，我不过是你为了报复石白的棋子，既然目的已经达成，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魏培嘴角轻潮，怎么，石白就这般耐不住？我还以为他有多喜欢你，猜想他为了不让你伤心，或许一辈子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。魏培说着，一手抬起我的下巴，毕竟是你先张口叫我小石头的，我可从未骗过你。我听着死死咬住嘴唇，用力推开了魏培。看着一脸嚣张的魏培，我失笑出声。见到我笑，魏培脸色沉了下去。你笑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不知道您可听过，若有人被狗咬了，是否会咬回去？魏培皱眉。我继续慢悠悠道，往日我便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，过去便过去了。魏培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眼眸中有些许愤怒，随即是慌乱，但很快便镇定下来。淼淼，无论石白与你说什么，可这天下已经尽在我手，石白迟早也是我的囊中物。他说完，嗓音沉了沉，神情略微有些疲惫。我承认开始是有心利用你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若我登基，便封你做贵妃。淼淼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忍住了自己讽刺的笑意。魏培也配说自己有爱？太子殿下的爱，我承受不起。如今这城内谁人不知太子与太子妃恩爱有加，是天赐良缘。魏培皱眉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淼淼，我若是不在乎你，怎会在秦文婷去你院中闹后把她禁足？若你想要的是皇后之位，便等我2年，秦文婷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这皇后之位迟早是你的。我被魏培的话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石白有说过，太子妃的病象是中了慢性毒，平日看着没什么，却能让身子一日不如一日。原来是魏培下的毒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对你一片真心，你竟……魏培眼眸静的摄人，嘴角上扬的笑意让人不寒而颤。我往后退了2步，换了话，太子，我不会和你回太子府，也不想入宫，还请太子成全。魏培微抿唇，用打量猎物的眼神盯着我，缓缓上前，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淼淼，我说了，你只能是我的，太子妃欺负你，我便要她不得好死。石白碰了你，我便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被太子掐得几乎喘不过气，用力地拍打着他的手。一支长剑破门而入，魏培放开了侧身，剑刺穿了他的手臂。石白带人破门而入，他让人带着我去看后院。我透过窗户看着，又向秦都气冲冲进门。秦都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，魏培你这个混账，若不是我，你何来太子之位？文婷对你一片真心，你竟要置他于死地。魏培的手滴血，唇角勾起轻蔑的笑。又像莫要忘记，是你女儿用命相逼要嫁给我，我不过是成人之美。何况若不是幼香，我如何得知父皇身体不适，如何能够给父皇送去补品？石白站在门边，侧脸的轮廓线条清晰，嗓音温和又藏着锋利的含义。魏培，幼香来之前已和陛下和盘托出，若不是被你故作孝心利用，又岂敢透露陛下踪迹？让你有机可乘，买通了御医，给陛下下药。秦都长叹一口气，老夫愧对陛下，已向陛下请辞，对于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一并交代。魏培听到这时，脸色逐渐沉了下去，一手拔掉手臂上的剑，被侍卫擒住。10日后，我在石白府内焦急地等待消息，唯一害怕的是魏培还有后招，或者到了陛下面前巧舌如簧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次引石白出来的计划是我向石白提议的，他起初是拒绝。我磨了石白2日，若是想要魏培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只有我去问。只要他有不甘心，就绝对不会放任我在石白身旁。石白做了周全的计划，在魏培出现在殿内的那一刻，另一批人马已经潜入他府内，拿到了他的密信。密信都是朝中和魏培有勾结的大臣。石白后来告诉我，这些信被留下来，是魏培想牵制住那些大臣。
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揭发他的证据，把这群人一网打尽。天色已晚，我焦急地坐在院中，柳玉一路小跑进来。小姐，听闻太子妃因为太子的事怪罪柚香，说她愿意为了魏培而死，若是魏培死了，她也不活了。柚香被气得不轻，已经把她禁足。我听着摇摇头，可真是太傻了，她不知这世上只有她父亲才是对她最好的人。柳玉随声附和，我看这太子妃就是被太子下毒吓傻了。我本来正是惆怅，因为柳玉的话轻笑出声。柳玉看着我笑，突然两眼放光，小姐，大人回来了。我因为柳玉的话猛然回头，只见石白从院中走来，他身姿挺拔，眉眸如画，只是脸色冷白。我小跑上前，话还未出口，石白便直直是倒了悠过来。我惊慌失措地拥住了他。石白的后背受了刀伤，未及时处理便回府了，晕倒后昏睡了3日。我小心翼翼地给他上药，看着他光滑白皙的背上一道长长的伤口，就像是一幅完美的画被破坏了一般，不由得觉得遗憾。我垂眸看着石白微睁开眼，蹲了下去，一点点拨开了他额前的长发。淼淼，石白嗓音嘶哑，我在，能不能不要走？我怕你得知魏培伏法后会离开，连夜赶了回来。我听着石白的话，心口的位置酸楚的厉害。傻瓜，就算要回，也得先处理自己的伤口，你的伤口很深，要是没有及时处理，会有危险。石白伸手握住我呢喃，死不了，淼淼，你忘记我是大夫了。我看着石白没有再说话，他吃过药后精神好了许多。石白告诉我，魏培的所作所为陛下也知道，只是在等一个时机，这件事牵扯的大臣颇多，特别是又像勾结魏培，让陛下心寒。但好在柚香迷途知返，及时醒悟，他请辞告老还乡，陛下念在曾经的恩情上，饶他一命，便同意了。魏培被押送回宫后，有人劫囚，他安排了退路，带兵逼宫。而魏培安排在陛下身边的人借机行刺，石白为了救陛下，挡下了这一刀。魏培当场被射杀，所有与魏培有书信来往的大臣都被关押。我坐在床前听着石白一点点地给我说着，他的嗓音温润清透，很是好听。我听到魏培被射杀后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石白，一切都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石白眼中浮现一抹笑意，淼淼，若是你想回渔村，我便陪你回去。陪我回去？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石白，他身为朝廷左相，如今这时能离京吗？现在我这身子，陛下让我好好休养，陪你去渔村待上几月不成问题。我摇了摇头，身子要紧，渔村什么时候都能回。那你能不能不要走了？石白嗓音很轻。我看着石白，心头暖意渐浓。这一路兜兜转转，我还是遇上我的小石头了。石白，你不用留我，因为我真的不想走了，所以你想清楚，我若是留下，便是一辈子。石白听完，脸色逐渐红润，桃花眼中带着笑意，淼淼，此生此世，我定不会再离开你。番外，后来石白告诉我，青儿被抓后，坦白他从小爱慕魏培，从我入太子府，便一直对我心生嫉妒，送我出府也是为了找人在路上杀了我，却阴差阳错的让我遇上了石白。石白说他第一眼便认出我了，后来一直不知该如何对我说出真相，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他，魏培才会如此对我。他说我不知道的是，从他在渔村第一次见我，就喜欢上我笑时露出的梨窝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笑得如此好看，明明生活很苦，却还是对着生活抱有无限希望。后来他陷入迷茫之时，都会想起那个带着梨窝的姑娘。